圣卢西亚作为加勒比 CBI 的最新玩家，现在确实还没吃饱。老伙计们吃的盐比圣卢西亚吃的米都多，那我圣卢西亚还装吃盐，那简直就是吃土嘛！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棍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以及圣卢西亚这加勒比五虎，一直以来都霸占着全球投资入籍榜单前5的位置。但是就在刚刚过去的今年3月20号，加勒比五虎除了圣卢西亚以外的4国联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计划于今年6月30日起，你没有听错，也就是2个月后，将各自的投资入籍计划的最低门槛涨至20万美元。可是加勒比五虎中最年轻的2015年才上线投资移民 CBI 项目的圣卢西亚，却没有参与签署该备忘录，这让该国一下子鹤立鸡群，成为了整个加勒比地区唯一一个仍在接受最低10万美金投资移民的国家。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圣卢西亚如此不合群？圣卢西亚投资移民计划在2024年的今天有哪些优劣势？圣卢西亚特立独行的入籍政策会不会脆断，或者长期来说有没有什么风险？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为什么加勒比4国签备忘立新规，而圣卢西亚拒绝呢？近年来，加勒比五虎投资入籍持续趋热，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不仅提高了自身投资移民的要求，更是不断地向加勒比卖护照的各国施加压力。因此，加勒比4国签署备忘录确立新规，将有助于制止低价竞争的做法，从而提升其公民身份的可信度，并确保投资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解决国际上对其投资移民项目透明度和监督的关切。值得注意的是，签名名单上却没有圣卢西亚总理 Philip J. Peer 的签名。他的国家可是加勒比5个投资入籍国中唯一没有参与这个协定的国家。圣卢西亚凭什么这么硬气，宁可得罪邻国和美欧，也拒绝签字？据业内人士反馈，此举可能与圣卢西亚政府对投资入籍计划开发商的承诺有关。但在我看来，这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圣卢西亚作为加勒比 CBI 的最新玩家，现在确实还没吃饱。老伙计们吃的盐比圣卢西亚吃的米都多，那我圣卢西亚还装吃盐，那简直就是吃土嘛！在2024年的今天，圣卢西亚投资移民 CBI 到底有什么优势，又有什么不足？首先，圣卢西亚不仅是一个4位一体的国家，联合国成员、英联邦成员国、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东加勒比秘书处所在国，而且还是欧盟和银行双白名单国家。欧盟白名单，这里指的是欧盟税务合规的白名单，其中包括那些被认为具有透明度和合规性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符合欧盟关于税收合规和反洗钱方面的标准，因此被列入白名单。欧盟的白名单旨在鼓励合规性，并鼓励国家采取措施以避免税收逃避和洗钱等不当行为。这意味着就可以享受允许境外人士从事各项经济贸易和服务活动获取收入，又不对其征收直接税或者实行低直接税的税率。国际认可度高，搭建离岸架构海外上市时更加安全有保障。银行白名单，这是指一种银行业务的分类制度，这其中包括2个白名单，一个用于列出完全符合监管标准的银行，另一个用于列出需要进一步监管但尚未列入黑名单的银行。这种分类旨在帮助监管机构更有效地监管银行业务，对于不合规的银行进行警告和监管。申请英国长期签证，办理入籍手续，不用参加英语考试。个人身份安全有保障，比如信息安全、财产安全，与中国大陆无建交，公民信息、金融信息无需交换反馈，具有保密优势。当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也支持改名。出行自由，可以免签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入籍政策，单人最低10万美元的投资额，可以先申请后投资，获批后才完成投资或捐款，资金安全更有保障。相比美国1:5和欧洲黄金签证，在这里无需解释资金来源。
当然，伴随着美欧的压力，对资金来源的审核日趋严格，现在也难以判定政策改进的推进情况。圣卢西亚又能顶住多久的压力呢？当然，圣卢西亚肯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投资移民 CBI 行业资历较浅。圣卢西亚自2015年推出 CBI 计划，到今年24年现在为止，还不到9年时间。目前，圣卢西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投资入籍品牌和口碑，较加勒比五虎中的圣基茨和格林纳达等国较低。二、撤销公民身份的风险。根据圣卢西亚投资移民法第38条规定，政府可以因以下3个原因撤销你的公民身份：一、弄虚作假、欺诈、故意隐瞒重要事实；二、犯罪行为被定罪；三、实施可能损害圣卢西亚声誉的其他行为。2021年，一位名叫奥德尼·格伯的投资入籍者，就因犯下可能使圣卢西亚蒙羞的行为，被圣卢西亚部长签署该公民身份撤销的命令。三、提高投资入籍门槛，或者被美欧政策打击的风险。今天视频开篇的时候就有提到，目前除了圣卢西亚，加勒比投资移民五虎中的4国都已经签署了关于提价的谅解备忘录，也进一步遵守美欧所要求的提高透明度和监管的要求。圣卢西亚目前拒绝签字的态度，在我分析看，后续只可能遭致2种结果：第一，迫于压力，后续也跟着涨价。毕竟，只要不影响招募，涨价对圣卢西亚的国家利益也是好的。第二种结果，如果圣卢西亚一直像现在这样使硬的，那么很可能遭致美欧各国取消对圣卢西亚各方面的认可，比如前面提到的欧盟白名单、银行白名单，或者不多米尼克的后尘，被前宗主国英国甚至更多的国家移除其公民免签入境的优待。四、受西方国家制裁政策影响，限制俄罗斯等国投资者入籍。自从俄乌战争开打，美欧开始制裁俄罗斯等国开始，圣卢西亚和其他加勒比 CBI 国家一样，也不再接受来自俄罗斯、白罗斯、伊朗和朝鲜的申请者。我想聪明的你一定会很好奇，那这些国家在被禁止申请以前就拿到该国的护照投资入籍者会不会受影响呢？要知道，从他们拿到圣卢西亚护照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遵纪守法的圣卢西亚公民了，跟以前的国家被制裁还有什么关系呢？圣卢西亚投资入籍的几种途径：一、捐款给国民经济基金委员会，高净值人可以通过规定的捐款额向国家经济基金组织进行现金捐款。二、投资政府获批的房地产项目，在预先批准的房地产开发区内购置物业，该房产必须持有5年以上，产权登记费、手续费和税费需在购买物业时一并缴纳。三、投资政府债券，申请人及其一并申请的家属可选择投资圣卢西亚5年期政府证券，证券金额取决于申请家庭的规模。四、投资企业，如果你是个人投资者，则需要至少投资350万美元。如果你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出资，则每人需要至少出资100万美元，总共至少出资600万美元。注意，刚刚提到的投资款都必须注入到圣卢西亚政府批准的企业内。这些获批企业通常涉及该国港口、公路、桥梁、学校等国家利益相关的项目。你想知道哪些人偏爱加勒比护照吗？一、教育规划群体，如果有考虑孩子上国际学校，以国际生的身份申请国内的大学，或者申请英联邦或者欧美的大学。二、已有欧美等国第一身份的，需要第二身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王先生拥有的第一护照是美国，就可以通过美国护照办理圣卢西亚第二护照，实现双重国籍。三、高净值人群，包括海内外企业主，需要通过第二身份注册公司、组建架构、持有账户等等。四、特种行业的从业者，比如你来自币圈，或者你是某2代，又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是不是也正在考虑加勒比快速入籍的第二身份呢？ OK，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圣卢西亚加勒比投资五虎的相关内容，欢迎回顾我们频道关于加勒比没有海盗系列的往期视频，或者您还有更多对加勒比各方面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大家在留言评论区讨论。我们将根据大家的留言进一步制作加勒比岛国相关的视频。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如何通过投资快速入籍，
或者获得长居永居身份。也欢迎通过视频下方文字信息栏的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社群。我们期待和您一起开启身份规划的新世界。顺手强，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我是笑，我们下期见，拜拜。